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视频，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我们的老朋友了泰森哥。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准备做一期很奇怪的视频，因为我本来说要做一个低年份的 Speyside，然后我们就选的 Glenrose 的 Maker's Mark，然后还有麦卡伦的12年，然后莫名其妙的他给我加了一个 Aaron 的21年，这个 Aaron 等于今天这3个呢都算是雪莉桶。哦，原来在这找重点。对，都属于雪莉桶的。好，行，那我们就尝尝 Speyside 的雪莉桶跟海岛的雪莉桶有什么区别。对，主要是其实我更侧重于我是想看看，就是说 Glenrose 的，它这个重雪莉跟那个 Macallan 的雪莉桶，毕竟算是兄弟酒厂嘛。OK， 看一下它们的区别。那我们尝一下再说。这是中雪莉桶的味道。然后很重，然后这酒很刺鼻，酒精度有点厉害。就那个焦糖呀、奶油啊、可可啊，然后包括其实还有一点很特别，那个金银花的那个味道也有，就那种花的香调还是。那有点酸。这酒精感，是吧？不能靠太近，冲头，不能靠太近。我记得 Maker's Mark 就是这个味道，就是你一喝就是那种重雪莉桶的感觉，是吧？就喝起来也是重雪莉桶的感觉，真的是跟麦卡伦如出一辙。我觉得。然后很漂亮，它整个的味道就挺好的，就是烈，整个味道很漂亮，就很烈嘛。就没有，其实它入口的时候是甜的味道，就甜的雪莉桶，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它会转成那带有一点点那类似酸梅汤那个酸度出来，刚好可以把前面的甜度给压了一下，然后到后面它又上来那个油脂味，整个味道做得很漂亮。我就是觉得它的烈，反正任何一款特别让我觉得它的那个酒精感很强，我就不喜欢。这种呢，它是这种在嘴巴里面它开始它就辣出来了。这是个臭鸡蛋味吗？没有那个奶油鸡蛋饼，就有点像蛋饼的那种感觉。我发现每次看林一峰的视频的时候，都觉得他把这个酒说的好好喝、好香，让你说着说着你就特别想尝这款酒。怎么看到我们这里，我们就是各种不好。对，要是看到我们这里边，我们就没有。其实这个味道我觉得是挺好闻的。真的吗？我觉得还不错，有点那个像那个奶油，然后呢有点像威化饼，但是其实它的奶油味更重一点，就是雪莉桶的味道。而且它的酒精感很烈，有点沉默。入嘴是属于那种比较容易喝的酒，就是说它入嘴不会很辣、很霸道，它是属于轻柔型的。入嘴就它那个味道。我觉得还行，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或者是说它的层次感好像也不是很好，就一喝就是那种不爱喝的，但也没有很差代表作，但也没有很差，我觉得还行。不行，不行，这个真的不行。来第3款，这是什么味道？有点那个橙子，这个好喝，我没闻出来味道。有橙子，就有点像好像那个橙子那个水果糖的那种，就那种水果硬糖的那种味道。我觉得它的味道还没出来呢，比较轻柔一点，它的味道会稍微轻柔一点。它喝起来味道蛮好的，就是层次感挺多的，然后喝起来的味道很丰富，一酒咸的，好咸啊！这绝对不是麦卡伦，那岂不是中间最不好喝的是麦卡伦？但是它的味道有点短，你不觉得它味道很集中吗？就在前面，都在前面，都集中在，就有点在赶节奏一样，你知道吧？就一入口，然后那个味道就哗，然后包括那个尾韵马上就压上来了。
就整个味道都压在前面的感觉。你觉得第二款是麦卡伦12年吗？又没有麦卡伦12年的那个味道，说不准现是不是很奇怪？但我能确定的是，第3款肯定不是麦卡伦12年，因为它比我想象中麦卡伦12年要好喝。这味道有点太弱了，真的可以。你放在跟这2款放在一起喝，它的味道真的好弱。但是它雪梨桶味道其实还是有的，有还是一点挺浓，但是很弱，就是整体的味道的表现上真的是有点软。我还是喜欢这种比较强硬一点。好吧，我推荐第3款，你推荐第1款，那请导演帮我们给我们执笔吧。每逢麦卡伦必翻车，来，第1个你选的什么Glen Rose 的 Max 我也 Scar 是这么选。第2个，就看后面了。哎，你第2个选的艾瑞呀？对，我第2个选艾瑞。哦，那我们俩第2和第3是不一样的。第3我选的马卡伦的12。真的吗？因为我有印象，我们那个有喝过那个麦卡伦的 Sherry， 挺好喝的哈。我觉得它的那个味道啊，还挺好的。那岂不是那个 Iron 真的那么差呀？有可能。好，来，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吧。这题选对。好了，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我猜的全对，就是说我们俩在这上面有争奇，到最后还是麦卡伦弱了一些。就麦卡伦12年，因为我们上一次我们是拿它跟谁喝，我会觉得它的表现还不错。上一次是跟 Glenlivet。对，然后今天其实跟 Glen Rose 跟他的兄弟酒厂放在一起之后，它整个人就显得太软了，很软，没什么味道了。对，真的就不能放在跟麦卡伦不能随便比，一比就翻车。好了，我介绍一下这3瓶酒的价钱啊。这瓶 Glen Rose 的 Maker's Mark 它没有标注年份，那这瓶酒的售价是大概70美金左右。然后麦卡伦的12年呢也是70多美金。那这瓶 Iron 要250多美金，为什么那么贵？因为21年。但是喝起来不太像21年。说真的，让我选我还是想选这瓶。如果说按价钱来讲的话，那我一定会选这个，我一定不会选。谁花250块钱买它呀？对，我觉得太不值了。真的，它的整个的味道做的真的是没有长度，这酒就显得有点就在前面就一下子咔一下子过去就没了。但我觉得 Iron 这个酒厂其实也是挺有代表性的呢，它是苏格兰海岛威士忌本来海岛威士忌就比较少嘛，对，所以你说刚才说它带有咸味。然后它的这个创办人呢，他是前芝华士公司的一个董事长吧，董事长是总理还是什么？反正你们就看芝华士公司出来的人做 Compact Box。做的成那样，然后做 Iron， 虽然这也是他的一个梦想，他就退休了之后70岁才开始完成他自己的梦想，在苏格兰的这么一个海岛上面。因为这个岛上其实以前是很繁荣的一个威士忌的一个地方就它原来是繁荣的，后来就没有了。对，就那个小岛上面，它以前是就多的时候有50多家的那个威士忌酒厂，然后后面因为那个，其实它里面有50多家，其实它主要是很多是做那个，就是说那个非法的，就私酒，做私酒，所谓的叫月光酒，就是说网上那个月亮出来之后才会去做的，但是后面就因为那个重税嘛，那个税太高了，所以呢基本上全部都倒闭了，就一家都没有。然后他去这个岛上重新做，就是说做他的第1家酒厂，就变成后面的这个是他的属于他后面的第1家酒厂。然后他开完这一家之后呢，他过了几年，他又重新再开了一家，现在等于这个岛上是有2家酒厂的，然后都是他们家的，对，都是他们。而且他做这个酒厂的时候是没钱的时候，然后他儿子是用一个众筹的方式，就因为很多人其实带有这种情怀了，特别苏格兰那边很多人会对这种老的酒厂带有情怀。然后因为以前有一个辉煌的时间，然后大家想到，我们要重振辉煌，对吧？然后所以说其实就用众筹的钱去办了一个这个酒厂出来。但是我觉得做的真的，麻麻的，对，挺一般吧，就没有。所以真的这个东西不能卖情怀。
还是得有自己的那得有真本事自己的真本事，对好得有自己喝才能让对大家去你还是得买单。还是得把那个味道要做好。Glen Rose 这个是真的很厉害的，做的很厉害。其实他是属于麦卡伦的那个老板，去创办的一个酒厂。可是他创办不久之后他就退出了，然后包括他当时一起合作的2个银行家，然后后面也是因为银行倒闭，然后本来这个酒厂是办不下去，然后是因为当地的一个教会给他们投资，然后他又重新做了起来这个酒，然后也反正很坎坷了，这个酒厂。BBR 后来又收购对，他在 BBR 之前，他是一直只是一个基酒的提供商。然后 BBR 他说了一个 BBR 的故事，就是 BBR 就是一个装瓶厂嘛，在苏格兰很有名的装瓶厂。就 BBR 收购他这个酒 Glen Rose 之后呢，他把 BBR 那个时候的调酒师不喜欢雪梨桶，对，因为他是一直给那个皇室找这种提供找酒，对。然后他就把所有的 Glen Rose 库存里面的非雪梨桶全用去调他们当时出产的那些酒，而且这个瓶子就是这个像一个小炸弹的这个实验瓶，也是在 BBR 的那个时候发明的，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长成这样了。然后现在回来再被麦卡伦的这个东家收购。叫什么？爱丁堡集团重新这几年收购它之后，就一直沿用着。然后爱丁堡集团就发现他们的原酒里面有95%以上全都是雪梨桶，而且非常高比例，差不多接近30%都是 Forsythia，都是初次雪梨桶。所以呢，这瓶是100%的 Forsythia，也是初次雪梨桶。所以他们家的卖点其实就是初次雪梨桶。你在麦卡伦如果喝个初次雪梨桶，那需要很多银子了。它也属于纸钻级别的了。叫紫钻，属于买不到，很少，市场上很少见得到。对，它不想试，太贵了。大家如果让你们选的话，这3款酒你们会选哪一款呢？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呢，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如果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